比特币和以太坊在周线上的行情，接下来会怎么走呢？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从周线上呢，我们可以发现目前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Hash Ribbon 目前已经闪现了 Buy 的信号了。你可以发现我们在下方呢出现了绿点点之后，它在后面出现了蓝色点点了。那蓝色点点就是在 Hash Ribbon 当中，它可以表示 Buy 的信号。那 Hash Ribbon 这个指标呢，它非常特别，它并不是基于价格的开高低收，它是基于算力，也就是哈希值它的变化来去做计算的。那我们之前已经有很详细的谈到过哈希是如何做计算的。其实蓝色这条线呢，它显示的就是哈希。那这条灰色的线，它显示的是哈希值的一段时间的平均。那当我们产生了红色段的时候呢，就可以表示我们目前的算力呢已经低于一段时间的平均那就可以表示有一些矿工已经关机了，也就是矿机投降。那为什么这些矿工会关机呢？肯定是因为矿工他赚不到钱或者是说他开机矿机的折旧还有电费呢是不足以支撑他挖到的这个币卖出去的价格的。那这个时候他就会选择关机，关机就会出现矿工投降。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在出现绿色点的时候呢，它就可以表示已经进入复苏期了，也就是算力呢又开始比较稳定的上涨了。那当我们出现蓝色点的时候呢，就可以表示此时比特币的价格呢，它的均线也往上拐头了。那其实要满足 Hash Ribbon Buy 的这个信号呢，就如同我们上面所说的。那我们可以稍微复盘，其实在过去呢几次出现 Buy 的信号的时候其实如果我们买入比特币现货的话，它都会是非常好的机会。比如说呢，在这个位置，这个地方还没有办法证实但你可以看我们在这个位置，它完美的抓住了我们这一波比特币的最低点的地方，基本上买在这个地方跟买在最低点就没有差别。还有呢，我们之前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也就是在519过后的盘整箱体盘整完了之后呢，它出现了 Buy 的信号。还有在这个位置，我们都可以把它用线呢把它给标示出来这几个地方，如果说买到了的话，其实我们就复盘的角度呢，我们再回来看，我们都可以发现这个指标呢是很有前瞻性的。还有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那其实我们可以稍微回顾一下我们 Hash Ribbon 它 Buy 的信号呢，它大多是出现在比特币的熊市的时候。其实熊市比特币的价格它大多的时间是在震荡，不管是震荡上涨或者说震荡下跌它比较不会有猛烈的拉升那如果说我们走的是这种很猛烈的拉升，那其实矿工他就不可能投降他就不可能关机因为比特币价格它还在上涨。像我们在之前这一段的时候呢，它也几乎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然后还有这段上涨，还有这段的上涨那当我们在走下跌，或者说下跌之后的震荡呢，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它就出现了 Buy 的信号了。然后呢，我们之后在熊市这个底部的位置，还有我们在之前的熊市呢，比如说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还有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等等的，我们可以发现呢，它会出现 Buy 的信号呢，基本上都是在熊市的时间。它在熊市的时候会很频繁的出现这个 Buy 的信号。但也不代表它出现之后它就不能下跌只是我们从周线上看呢，如果你认为我们在2024呢会有减半，然后再搭配目前 Hash Ribbon 买入的信号呢，其实我们分批建仓现货呢绝对是没问题的。那当然我们目标拿的肯定是2025年之后比特币的高峰肯定不是在看到短期的利益的，因为从短期上看呢 Hash Ribbon 它几乎就没有作用，它要看肯定是要拉长周期来去看待的。当然，从短线上看呢，我们频道一直认为，目前其实比特币它面临的蛮大的风险，它接下来肯定是有回调的这种需求的。不过呢，其实如果我们布局现货的话，这种短期的下跌呢，我认为是可以被忽略的。如果你以定投的角度，或者说你就是要从熊市然后要拿到牛市的这种角度呢，我认为这个下跌它确实是影响不是很大，但前提是你要认为我们接下来是有减半行情的。但是呢，我认为现在其实还会在市场里面待的人都一定认为还有减半行情不然你就不会在这个市场如果没有减半行情，那现在市场又那么难做，那其实做其他市场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出现了 Buy 的信号呢，其实大家就可以考虑找一个好的地方
就可以买入现货了，就跟我们当时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是一样的。或许是等它下跌完之类的，或者是定投等等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吧。以太坊呢，我看了一下我们以太坊在周线上的图表啊，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惊人的事实啊，就是你可以发现啊，我们这是上一轮的牛市嘛，那牛市涨完过后就迎来了熊市。我们当时在这个位置啊，出现了一条趋势线，你可以发现啊，这个地方1、2、3有3个接触点，它肯定有效。那我们下破过后呢，我们就开启了一波很漫长的熊市。那我们在出现的最低点过后呢，我们又缓缓的上涨。那当然了，当时比特币它也是迎来了一波小牛的行情嘛，然后它也有出现一条趋势线。那这条趋势线被跌破过后呢，你可以发现，它就开启了这种震荡的下跌啊，直到我们后来比特币又开始回升了。不过呢，我们可以画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阻力，非常重要的一个互换，就在这个地方。如果说对压力支撑有一点了解的朋友，我相信这条线呢，肯定都可以非常轻易的画出来的。在这个地方它有支撑嘛，然后阻力，然后这个地方呢它也有阻力哦。你可以发现这条线呢，它就是一条牛熊的分界线。我们在上一轮牛市的时候创出来的很明确的互换呢，它到熊市的时候啊，只要我们还不是迎来这种减半的大级别的上涨，它不管怎么测试呢，都测试不过的。像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位置，然后这个地方呢也有快要来测试，还有这个地方都有过测试。那直到我们突破过后呢，我们减半的行情就来了。但我们在熊市的时候，我们可是一次也没有突破过这么强劲的阻力的。那其实我们当前的盘面呢，我认为也跟我们当时很相像。比如说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可以画出一条趋势线。那当然，它也可以标示着我们上一轮的牛市嘛。当我们跌破的时候呢，其实牛市就结束了，跟我们当时在这里的时候走的是一样的。我们可以用不一样的线段呢，把它给标示出来。我们把它标示成黄色的好了，这样大家就可以知道说，这两条呢，它的地位啊是相同的。然后呢，我们在后面这里啊，又有一条趋势线。那这条趋势线呢，它就是我们在小牛之后所产生的趋势线。你可以发现在这个位置，它有1个、2个、3个，它有3个接触点。那当然呢，我相信我们下破之后呢，我们也会跟我们之前呢所走这个位置，它产生比较雷同的行情啊。当然会不会有这种暴跌呢？那就要看有没有黑天鹅了。毕竟当时也是有黑天鹅事件驱动嘛，它走的就是一段震荡下跌的行情，震荡下跌，直到我们减半才开启上涨。那我也会认为我们之后的行情呢，也会走成是这样子的。那当然，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这条水平的界限嘛。这条水平的界限呢，我们也用另外一个颜色呢，把它给标示出来啊。我们用绿色，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把它一样用绿色给标示出来啊，就在这里。这条绿色线呢，它在前期啊，它已经扮演了很重要的互换的角色了。在这个地方，有阻力啊，然后有支撑等等，然后这里呢，它也已经连续阻挡了3、4次了阻力啊，阻力。那这个地方我也会认为啊，只要我们减半周期还没有来，减半周期它的牛市呢还没有到来的话，那我们绿色这条线大概在2000左右的价位呢，它就是很难以被突破的，就跟我们上一轮的周期是一样的。那我也是刚刚复盘的时候才发现了这么惊人的巧合，我认为这绝对有借鉴的价值啊，绝对有参考的价值。那如果你也想参与这些交易机会的话呢，非常欢迎各位可以点击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新用户 KYC 入金$100，就会送你$30的现金，30 USDT， 你是可以直接提币走的，完全没有关系，完全不用做任何的交易。那这$30的现金呢，是要到月底才会发放。加密货币行情具时效性，如果你不想错过下一个交易机会，请按下订阅按钮，并开启小铃铛，加入 YouTube 最赚钱的比特币中文频道。